对不起。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杰，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啊。节目开篇的视频呢，是抖音上最近引起比较大争议的前国家体操女队队员吴柳芳退役后转行做擦边主播，被师妹管晨晨怼的新闻啊。据说呢，吴柳芳在事发之后啊，一下子涨了50万粉啊。那我不能说所有的网友都是支持她吧。那可能有一部分就是看了新闻知道有个美女运动员跳擦边舞，于是呢就来关注了，人性使然嘛。但随后啊，抖音是跳出来关闭了关注她的功能，那就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我录节目前呢也去抖音上看了一下，我试着点了一下关注啊，结果马上就弹出提示不让我关注了，同时下面呢还跳出来一排推荐账号啊。我看了一下，应该都是跳擦边舞的。然后他的账号下面呢，很多内容啊也被删除了。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删的还是官方的行为啊。总之呢，就剩7个视频了。我这里呢就随便放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吧。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这个动作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啊是做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需要非常好的核心力量，也能看出来，他退役后还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的，加上外形条件真的挺不错的。那用这些条件混口饭吃，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同样也去看了一下那位管晨晨的账号啊，也放几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吧。大学生挑战100块一天能做些什么？时间快来不及了，迅速买个早饭赶早课了。中午下课，食堂我来啦！晨晨，下午没课，咱们要不要出去吃点好吃的？可以呀 ，Go Go Go！ 哎呀，走了一天好累啊，我们坐车回去吧。老板，坐车回去的话，你今天挑战就要失败了吧？不会啊，查好了。Later。怎么样？还剩5块呢。看我还剩5块钱，咱们知道这是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怎么办到的？因为我是在滴滴打特价拼车回来的。晨晨，滴滴拼车要给你颁奖，你的获奖理由是1年拼车27次，会拼也会玩，该省省该花花，拼车游遍杭州的每个角落。羊毛社社长非你莫属。哇塞，我的人设是羊毛社社长哎！是我本人没错啦，谢谢滴滴拼车领到特价拼车免单，明天出门就更省钱了。听说现在去滴滴特价拼车活动会场也能领到免单，怎么领我放到评论区啦，家人们快冲！看了这几段视频啊，我相信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柳芳会回怼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和等你瘦下来了这样的话了。那真有人说我外貌歧视呢，我也认。也真的能看出来，这位管晨晨现在的状态可以用放飞自我来形容了。从他的一些视频的内容来看啊，他现在应该是在念大学啊。那中国对世界冠军啊是有免试进大学的优惠政策的。那他的学习成绩什么的，这里我就不多做讨论了。那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无论是考研还是考公或者是找工作，是否还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啊？但是从他的抖音账号来看啊，他也是准备走自媒体这条路的。现在粉丝数量呢，甚至比吴柳芳还要多啊。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粉丝量是不是也是这几天一下子涨起来的。那至少这个账号啊，我目前看能够保他几年衣食无忧了。那至少这2位应该不会像之前他们的那位师兄那样去地铁口乞讨了。那我之前多次说过啊，中共对非他们核心圈层的人啊是用完即弃的。从管晨晨的视频看啊，背后呢还是有团队在支持的。那就不知道过几年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了。我个人认为啊，是很有可能被推上社会的。那到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而吴柳芳啊，应该是已经和体操队没有关系了，可能是自己签了 MCN 公司啊，所以他的视频内容啊就尺度放开了。那我这里有一个个人的猜想啊，就是管晨晨这次跳出来怼吴柳芳呢，其实是在给上头那投名状啊。上头可能早就关注到了吴柳芳的账号啊，自己亲自下场去管这件事呢不太好，那就需要找一杆枪了。于是呢，管晨晨就登场了。那可能管晨晨啊，也就此能换来未来的一条后路吧。那至于为什么不让吴柳芳做擦边主播呢？这里又要提到一个老话题了，就是中共一直对外展示的那种既当又立的优越性啊。大家都知道啊，体育对中共来说啊，就是和平年代对资本主义的战场。他们需要在体育上取得好成绩，来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呢，也能以此营造一种中国人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假象，来蒙骗无知懵懂的百姓。相较于已经被玩坏了的足球、篮球之类的世界主流运动项目啊，那相对更难以商业化的个人项目，像体操、跳水、乒乓球等，又不是那么受人种的体格限制的项目啊，就成了举国体制的培养重点啊。那这些项目呢，也就更容易出冠军啊。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啊，在退役后啊，就会被国家回归社会啊。但是他们好歹也曾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对于中共来说，我不管你今后过得怎么样，但是呢，你不能给我丢脸。那大家应该都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没有什么阳春白雪啊，其实都是下里巴人啊。墙内的媒体呢，其实很少会触及两性的话题啊。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部分时候是对性采取压抑的一个态度的；另一方面呢，中共需要体现它的优越性，要显得在中共治下人都是伟大光辉正直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共需要通过垄断或者限制性资源来迫使普通人去结婚生子做韭菜。这个呢，就是罗翔老师之前说过的。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想要获得性资源，你就要结婚，结婚呢就要买房，买房呢就要努力工作，然后呢来拉动消费。所以啊，这种话题啊就是被限制的。而墙外的媒体啊，像油管上啊，只要是涉及两性内容的账号啊，流量呢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啊。包括我之前啊也做过实验，就是视频的话题啊稍微涉及一点两性的内容啊，播放量呢就比其他的话题多不少啊。这里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把 Pornhub 也给禁了。那擦边主播对中共来讲就是拿不上台面的，更何况像吴柳芳这样曾经是中共培养出来的公众人物，就更不能去擦边了。那中共自己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像大家都知道的老毛，一生娶了4个老婆，在延安跟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是气得贺子珍都掏了枪啊。晚年呢还有张玉凤、邵华这样的红颜知己啊。那一众开国元勋呢，当年在延安也是各种老牛吃嫩草啊，像贺龙啊、刘少奇啊等等。那邓小平呢，即便腿骨折了，在疗养的时候啊，还是搞大了护士的肚子啊。还有泽民和祖英的那段有事找大哥的故事啊，也是早就被传为佳话了。再往后呢，像张高丽和网球女将彭帅的故事，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啊。还有5月散人老师一直提起的咱当今圣上洗面奶的故事啊，这些呢都不耽误他们成为国家重要的领导人啊。而普通人在网上讨论这些事呢，轻则被删帖，重则被喝茶，甚至进监狱啊。那对于那些被打倒的政敌呢，这种桃色花边呢，又会被当成他们的罪行啊，而大做文章啊。像周永康和沈冰，还有网传被做成标本的前大连电视台女主持张伟杰，还有翟山鹰老师之前提过的，就刘志军的鸿福齐天的故事啊。那高层尚且如此啊，底下的故事呢就更多了。人后呢都是禽兽模样，
人前呢又恢复人模狗样，但是呢，他们偏偏要对一个自食其力的退役运动员赶尽杀绝。那这期呢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